你会慢慢发现，你现在看到的世界不一定是全部的样子，而是你一直习惯相信的那个版本。很多让你觉得困扰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你太投入在当下的角色跟情境里了。当你想让自己的状态变好，不一定要更努力，有时候只是换个角度看事情，就会不一样。你不是要成为光，你只是要记起自己本来就是光。你准备好了，正片开始。今天讲的那个题目是你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你被允许看到的最低版本。这一次不是人系列的第3堂课，我会分大概3个层次去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世界的真相，而是我们能够承载的最低版本。宇宙其实没有限制你，宇宙只是根据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信念，把我们能够接受的版本投影到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的周围。那不是我们看不到，也不是我们就是触及不到，而是我们还不能够承载更多。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承载承受的这个状态的那个版本，而这个状态是最低的版本。我们的目标就是从最低版本去走向真正的高版本的现实。这一切它其实是不需要努力的，它只需要醒觉觉察就可以了，跟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的修炼修为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是我现在所深信的一个样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它不是全部，它只是我们能够被允许下载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从来不是在看世界，我们是在看什么？是在看我们的情绪，看我们的记忆，看我们的创伤，看我们的恐惧，看我们的期待。世界只是把这些透过外在的事件呈现给我们而已，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在看世界，我们看的都是我们反射投射的能量跟我们散发的能量。那能量是什么？情绪、记忆、创伤、恐惧、期待，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才是我们的世界。世界它不是100%的在线，就是我们的大脑它会过滤到99%的东西，我们的大脑大概只会让我们看见1%我们想看见的。那为什么它会过滤到那么多东西？因为我们很难去承受这么多的未知，所以我们的大脑它会自动过滤，你会看不到，你会选择不相信，你会忽略它，你会不这么的重视。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1%的一个样态，而那个样态是很微弱的光。那我们看到的它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景象呢，是我们的能量允许我们能够看到的程度，所以是以我们自身为主。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整，这个世界真的是只有你自己。你可能会对某些人不满意，你可能会对你的伴侣不满意，你可能会对你的工作的同事不满意，你可能会对你的人生不满意，你会对很多种种不满意。那我们都会找到那个对象去抒发我们的情绪，然后认为那个不满意的存在的人事物才是在拖累我们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去设计这个剧情，而我们太投入了，忘记我们是设计剧情的设计者、创造者。我们太投入到我们以为只是这个剧情的角色，忘了我们自身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宇宙永远都比我们看得到的还要更大、更多、更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以现在的能量能够允许看到的一个程度。那为什么会被限制？宇宙其实并没有限制我们，宇宙它其实是来保护我们的，让我们不要被太过真实的一个概念强度给震碎。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人他可能还没有达到他理解自己是本自具足的状态，所以如果马上跳跃到那个真实现象，他可能无法理解就会选择拒绝。我们的大脑会有保护机制，我们的大脑不是为了让我们觉醒的，我们的大脑是为了让我们纯粹的生存，活得好好的。所以他会去做哪几件事？他会做3件事。第一个就是丢掉不习惯的资讯。我们对某些东西是不习惯的，你只会专注你想专注的，其他不是你专注的，你可能不太关心，甚至一无所知。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全方位都可以容纳所有的资讯的，但是因为我们被集体的意识所灌输的，一定要达到专科才是专才专用。那我们因为相信了这个剧情，
所以我们都选择用专科分门别类来去成为一个人的角色定位。大脑会去丢掉我们不习惯的资讯，所以你可能就会把一些你觉得不习惯的东西，它不会真的进入到你的脑海中。再来是隐藏我们无法理解的现象，有些东西是我们现行无法理解的，你的大脑也会因为知道你不理解，所以它会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什么？我们也许对隐藏的现象会产生未知的恐惧，所以就把它封闭，把它关闭。这是大脑对我们的保护。大脑的目的就是来为我们做生存用的，求生存，好好活着。如果我们每天活在恐惧当中，可能有一天会灭亡，所以就会把它隐藏掉、屏蔽掉。因为我们对未知是不确定性的，通常以集体意识来看，都会形成恐惧。比如说你走在什么路，然后是你不曾走过的，那你可能就会比较小心，那你可能就会去循着你的习惯去走你经常走的路径回家或者上班。所以为什么有些老师说你要常常换不同的路径，让你的能量能够去做一些开启，是这个概念。我们以为的世界这是我们能够安全活下来的最低版本，这是大脑对我们的限制，它其实是大脑对我们的保护。再来是情绪的限制，我们的情绪就是现实世界的亮度。我们的情绪不是我们的，是宇宙在我们身上做的能量实验。这个在上一堂课有讲到了，情绪只是透过我们的人这个的导体形成的一个能量试验或是能量振动，所以你会感觉到情绪，但是情绪并不是你。那我们越低频，这个世界就越暗；我们越高频，这个世界就越亮。你很沮丧，你的世界都是暗暗的。你很喜悦，很高频率，你的世界都充满光，这是情绪的限制。所以情绪会决定我们看到世界的解析度。比如说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会很小；那我很恐惧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很危险；那我们很安定很安心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开了。所以我们不是被困住，是我们把世界的亮度调低，因为我们以为情绪是自己的，然后把亮度随着情绪忽暗忽亮，忽暗忽亮。再来是集体意识的限制，就是我们可能打从出生就有的一些人类的观点，比如说赚钱很辛苦啊，世界很危险，不要去陌生的地方，要努力你才能够得得到，你要得到一个真爱它不太容易，金钱是有限的，你要付出你的智慧、你的体力、你的劳力等等，还有一些交换的一些想法。从我们出生就被一直不断的灌输，比如说东西你不吃，你就会下地狱，吃不完的东西就会一直轮回的吃，你会很多很多这种想法，这个都是人类的共同信念，它也会形成集体意识对我们的限制。这些都是我们出生后被灌输的这些软体。那我们以为的现实，很多都不是现实的本身，它只是人类集体的设定。我为什么都一直跳脱出来讲这些东西，讲软体，讲设定，讲这些程式？因为这个都是游戏，这个都是故事，这个都是剧情，它不是我们自己。那你越跟自己说明，你越能够脱离那个游戏的角色，你就更中性的知道你是谁，最终你会知道你是谁，而脱离整个游戏。那现实是如何生成的？宇宙不是一个物质世界，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意识运算场。虽然我们会碰得到、摸得到、吃得到、闻得到、听得到、看得到、感觉得到，但是那个是你大脑经过你的讯号的反射给你的所有的体感。这在科学界已经有这样子的科学论述了。我们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其实都是大脑的讯号，让你以为你其实是碰得到的，你其实是吃得到的，你其实是闻得到的，它都是大脑不同的讯号搭配着我们其他器官运作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物质世界，它是我们巨大的意识运算场。那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观点呢？在我的信念层里面，它就是一个意识的样态，并不是我是身为人的样态而活在地球中。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人类的躯体是有限的。那我们不是在经验这个世界，就是体验这个世界，我们是在运算世界。很多的城市在跑着，我们是运算世界。所以世界的生成有几个样态，就是能量的频率决定我们能够打开哪些现实的档案。如果我们是高频的样态，我们就能够开启更多的档案，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那越是低频的，我们看到都是困难。那实际上世界并没有变，而是我们本身改变了。我们改变了，世界就跟着改变，所以世界是因为我们而改变的。那我们是因为情绪而改变，那情绪就是能量的样态。那信念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导入到那个光景，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越相信什么，我们就越能够看到什么。比如说，如果我们很深信这个世界是很难的，
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替我们去找出很难的证据，然后让我们体验。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辛苦，我们的大脑它就会去找出辛苦的证据让我们体验。因为大脑要跟我们同步，我们就要活着嘛，这可能是我们活着的一个目的。我们活着目的就是体验辛苦。如果你觉得辛苦的话，那大脑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创造辛苦的证据给你，让你看到、摸到、尝到、听到、感觉到，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相信机会很多，那大脑也会替我们去找每个角落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真的很多机会，就是完全的看我们的意识的决定。那行为决定我们留在哪个现实版本。比如说，即便我们下载了高维版本的这些样态，你把它下载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每天活的还是跟旧版本的样态一样，那其实我们还是会停留在旧版本，我们并没有因为下载高维版本而真的跑到变成高维，并不会，直到你深信为止。所以有些人他做了一大堆下载，他好像没什么改变，或是他很快就回到那个生活样态，是因为他以为他下载就完成。我们的显化并不是大脑所想的，我们的显化是我们内心所深信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显化。所以宇宙不会看我们说什么，宇宙会看我们是活成什么，就是我们真正的行动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展现。那为什么我们只能够看到最低版本，就害怕成长不了？宇宙是来保护我们的机制，怕我们的系统无法成长而爆掉，所以就会把很多的东西做遮蔽，让我们不太能够看见。当我们的意识稳定度不够，宇宙就更不可能让我们看见更高版本的现实。所以我们会因为被自己的力量吓到，可能会撑不住，可能会觉得太脱离现实。我们的宇宙可能会先给我们最低的版本，再测试我们的稳定度，看我们会不会被情绪绑架，看我们是否会崩溃，看我们能不能稳定。这是宇宙的一个脉络。你去做疗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样态。比如说我们在做疗程，或者是灵性课程，或者是你开始做疗愈了，那你会透过你的冥想，然后你可能会去解决你的业力，或者解决你祖先层、你的前世等等发生的事情。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版本的你，可能是你的祖先，可能是你，还是谁谁谁都有可能。你透过这些事件，透过这些剧情，然后去测试你的稳定度。你有没有因为这些事件会影响到你？比如说，我的祖先因为杀了人了，或者是我的前世就是一个屠夫，一天到晚在杀动物，所以我现在就是来还债的。这个就是会测试你的稳定度。你如果看到那些低版本的剧情，如果影响到你，你如果不能够稳定的话，那你就会被这个情绪给绑架。比如说，我前一世是个屠夫，我都是一天到晚在杀猪杀鸡。那这一次我是来还债的，我是被动物憎恨的，所以我运势都不好，我都做什么都不会成功。那你就会被这种很低迷的情绪绑架，直到你可能会崩溃。这些都是最低版本的模式，而这些其实都是剧情，它并不是真的真相。所以当我们在那个最低版本维持觉察的时候，宇宙才会慢慢开启高版本的自己。觉察它不需要特别的聪明，也不需要特别的有智慧，都不需要。它只是停留在那一个当下，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的极限，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我们的安全模式。我今天分享的对我很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做的事业，我其实脱离很多我以前的安全区。那我现在的安全区跟舒适圈是我所深信的，我的世界一切都是光明，一切都是安全的。所以我去很多国家，这样到处爬，到处飞。以前是会恐惧的，现在其实没有恐惧，觉得很平常。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很喜欢这个工作的样态。那我们如何升级现实的版本？就是第一个停止去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眼前看到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它只是被暂时被我们自己载入的版本，就是现在的安全模式。那只要我们开始愿意不再相信这些限制，我们就能够离开这个最低版本。第二个，不要用情绪去定义世界，情绪不是我，情绪只是正在通过我们这个肉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一个频率。你不要觉得情绪是你，当你能够在有情绪的那一刹那，你问你自己，情绪是我的本质还是我的本质是什么，你就可以马上做一个分别了。情绪是你的扮演的其中一种人格，但是你的本质是圆满具足。那你就问你自己，你的本质是什么？那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本质是圆满具足美好的存在，那你就会跟当下情绪做脱离，立马就脱离了。我们如果产生情绪的负面，去做疗愈的目的也是要跟负面情绪脱离嘛。那你如果能够问到这个问题，你就即刻脱离，不是一样的结果吗？
就是因为是一样的结果，所以不需要中间比较繁琐的过程。不是否定疗愈无效，而是我们的肉身体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创造。那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不再跟情绪合并，就是你不再成为情绪的本体，你可以脱离情绪。所以我们越不把情绪当成自己，你们的世界升级的越快。第三个，问自己改变命运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我已经是活在最高版本了，我会怎么看待现在的事件？比如说你遇到了困难，或者你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你问自己，我现在如果是最高版本，那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事件？或是我现在回到我本来就是本质具足的状态，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事件，或现在的事情，或现在的情绪？你就会有答案了，就朝着那个答案前进。如果你觉得它很难，你就尽量的先去勉强自己相信它不会很难，勉强到花一点努力，那你就要跟你自己的内在沟通。我们在以前下载了太多的情绪论，太多的族群意识，所以现在你要抽离的时候，会跟那些原来的能量做抵触。我现在的是一个论述，但它不是真相。因为我理解这些都不是真相，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努力，我也不用去说服自己。以前我不理解我的本质才是真相的时候，我必须要很努力的疗愈，我必须要很努力的去说服自己。所以我以前做疗愈疯狂的猛烈，现在因为我相信我的本质本来就本质具足，所以你就不需要努力了，你就相信了，中间就没有努力的过程，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以我现在理解，不需要花时间。你下一秒钟、下一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功，而且非常成功。因为我已经把我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认真的相信他是我的镜像，他只是我的镜像的投射。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人的身份，但是我相信我是成功的，我相信我是本质具足的，因为我相信我的本源是这个样态，我反射、投射出去的所有任何事件都是本质具足，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成功。这是我现在的一个观点，跟我现在的一个信念。你现在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当你以为你正在看这个世界，你看到很多人，你看到很多国家，你透过电视，你听到很多的讯息，实际上不是我们在看世界，实际上是我们在看自己。所有投射出来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本源的投射。你看到的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事件，你看新闻发生很多事情，那都是你的能量投射的样态。所以不是看世界，是看自己。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我们的能量乘上我们的信念，乘上我们的情绪，乘上我们的创伤，乘上我们的集体意识，这就是我们的组成的剧场，就是我们的世界。世界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是无限的。但是宇宙呢，它只会把我们能够活得下去的，心理不会崩坏的那个部分呈现。你看得到的东西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大脑会自动隔离，或是摒除我们无法相信的，或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你会不常看见那些东西。为什么？是为了求生存。大脑的目的不是让你觉醒，是为了求生存。重点不是我们看不到那个最高版本，而是我们可能承受不了那个最高版本，因为它可能离我们现在所想的有点跳跃，或者有点不切实际。达到不切实际，你可能就不愿意相信，你不愿意相信，你可能就不会去接触它。就好像我们以前在上西塔疗愈的时候，上到 DNA 4的时候，比如说水的味道改变，汤匙可以弯，小风车可以转，就不用碰撞，小风车可以左旋右旋。那不了解的人说怎么可能？他如果没有受过这一系列的课程，或他如果不是那么相信的，他会觉得我们荒唐，大脑就会直接关闭了，就不接受了。宇宙的选择是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就会以最小、最安全、可生存的模式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除非我们能够承载更多的容量，我们就能够升级、升级再升级。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困境、难题、停滞，都是宇宙的测试题。就是困境、难题、停滞，它也是情绪的样态。你会透过人产生情绪，你会透过事件产生情绪，那它只是在你这个肉身体的场域的能量震动。但它不是你，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跟自己这样讲。如果你遇到了情绪的感觉，你就停下来问，它只是这个情绪在我身上产生的震动，但情绪不是我。我的本质是本质具足，或是我的本质是救急无限的美好，马上就跳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在最低版本能够依然的保持觉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自动升级，不需要导师导引，不需要课程。你的开悟不是谁给你
点醒的，是你本来就是那个无上智慧的本体，所以你不需要别人点你开悟，只是我们被剧情所遮蔽了，我们以为我们在扮演着还未开悟的角色，实际上我们早就开悟了。为什么我们只能够看到最低版本？有3个限制器。第一个，大脑它只会去处理我们1%的真相，我们的大脑它会自动的去丢下哪些资讯，就是我们没有能力理解的，或者我们没有能力解决的，那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的，跟我们的信念是完全不符的，跟我们的情绪不匹配的，会让我们崩溃的，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摒弃。或是你接触到了，你很快就会逃离拒绝，我们会自动的被大脑一直带到安全区。那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外界，其实是我们看到的自己的习惯的一部分。你习惯吃什么东西，你习惯走什么路径回家，你习惯往什么地方走，你习惯坐车坐什么位置，你习惯穿什么衣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界全部都是习惯。为什么有些老师会让我们打破习惯？你可能要走不同的路径，你家的摆设可能要稍微变动一下位置，让你能够跳脱出来习惯的样态，因为习惯也是限制的一部分。第二个限制是我们的情绪会调整整个世界的亮度，所以我们以为情绪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不是情绪的本身，那情绪只是宇宙在我们身上做的能量测试。当我们的情绪是低频的，我们的世界是暗的，那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可能会觉得完蛋。当我们的情绪是中频率的，你可能会看到世界是灰色的，你可能看到它是有限制性的可能，它并不是无限可能的。但是当我们的频率是高频的，你可能看到世界是亮的，每个都是机会，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情绪是影响我们点亮我们世界的亮度，它就是一种限制。你的世界的亮度是由情绪控制，还是由你的意识控制？如果我们还是被情绪绑架，世界就永远不会升级。所以当任何的负面情绪或是低频情绪、恐惧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讲，现在这个情绪是我人格扮演的情绪，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就问自己就好了，你就会脱离了，瞬间就脱离了，比你去冥想疗愈还快哦。我遇到现在的障碍、现在的困境、现在的恐惧、现在的愤怒，是我人格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就会有答案的。你的本质永远都是本质具足的圆满，那只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去扮演不同的情绪，形成人格角色。所以不要太贴近那个剧情，太贴近剧情就会以为我们是那个剧情的角色，无法跳脱出这个游戏本身。如果你能够常常的遇到了情绪的状况，包括很喜悦的时候也是，觉得你遇到很好的事情，你就问自己，现在是我的人格在扮演遇到好的事情，还是我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本来就圆满具足，所以我遇到好事是正常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觉得好运或是好事不常发生，你是很幸运的。你要知道，幸运是不常见的，在我们的信念中，你就会真的创造幸运不常见。但是如果你停下脚步，我现在遇到这么幸运的事情，是我的本质，还是我在扮演幸运的人格？如果你能够理解它其实是我的本质，我本质本来就是幸运的本体，你就天天都幸运。不论你遇到好事还坏事，你都可以停下来，就停下几秒钟，你问自己，现在是我的人格在扮演什么样的情绪角色，还是我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有答案了，你就会瞬间脱离。所以你不会因为你想要去追寻善而去修炼自己，你也不会因为你要去避恶，所以你会去抗拒恶的存在，你会维持中性，你会维持一元。这才是一系光性的讲的东西。第三个限制是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会把我们困在最低解析的地球版本。那我们可能在出生后就会被自动安装，被自动载入。你不够好，你要努力，遇到很好的爱情是要运气的，钱很难赚，世界是危险的，所以你要很谦卑，你要很谦逊，你不可以太外放，你不要太过度的相信自己，你会很自大自满，不要太过度的自信。这些全部都是集体意识的限制，包括小我，包括高我，包括浮流意识，全部都是集体意识。我本质具足，我就是圆满具足的状态，我本来就是究极无限的美好，就是只有个答案，没有其他答案的。如果你清醒了，你就可以玩你的游戏，你就可以成为你自己游戏的创建者。你不一定要玩灵性的游戏啊，你可以玩你变大老板的游戏啊，你可以玩你是成功角色游戏，你可以任意变换角色的。所以我们在出生前、出生后会被自动安装集体意识啊，不够好啊，需要努力啊，赚钱很辛苦啊，世界很危险啊，你需要谦卑啊，你不要太过高傲啊，这都不是你，这是人类的集体意识，但它不是你，或是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编码程式。实际上我们是活在人类这个物体的集体版本。那升级怎么办？脱离集体意识，
脱离这个软体就升级了，或是你看穿这个软体你就升级了。遇到什么样的情绪，你就问自己，现在这个情绪不管是愤怒还是低潮还是就问这个是我的人格扮演的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马上立马就分出来了，你立马脱离那个情绪。疗愈的结果就是让你维持内源的状态，醒觉，不要被情绪左右嘛。那你能够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就直接打入那核心的，你干嘛要去做那么多疗愈呢？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现实是怎么被载入的？现实是被载入的载体嘛。我们不是在体验现实，我们是在下载现实。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能量乘上我们的信念，乘上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版本。如果你今天上了灵性课程，你今天非常的高频，你今天是非常好的信念，你今天的行为就是光的行为。如果你脱离了灵性课程，你今天跑去上班，然后被老板骂得要死，你今天你是负面的能量，你今天的信念就是衰，我明明就做得很好，老板还是很不爽我，你的行为就是暗的。所以我们不是在体验现实，我们是在下载现实，而决定这个情绪能够进入到你本体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是自己下载了这个情绪 的感受，自己承接了。我们只不过是宇宙把情绪放在我们身上的测试，而不是承接这个情绪的载体哦。我们不是承接情绪的载体，所以无需下载。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是载体，所以我们下载了很多情绪，所以我们的能量加上我们的信念，加上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今天所呈现的样态。所以不是在体验现实，而是我们自己允许的下载这些情绪能量进到我们的体验中，是我们自己允许的。所以一切只有自己。你今天不管多讨厌任何人，还是你今天不管多痛恨任何人，只要你觉得那个人对你怎么样不好，那是因为我们允许扮演被受创受害的这个角色人格的能量，允许载入我的生命体，是自己允许的，没有人可以允许你的，是你自己允许的。只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我们没办法跳脱出那个情绪的样态。但如果你问你自己，现在是我在扮演受害者的人格，还是我的本质是哪一个，你就会出现了你的本质是本质具足，所以你就无需扮演受害者，你就不会被你的恐惧给淹没。你可以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有答案了，你的情绪就会平静了。那现实运作的几个步骤跟大家分享，就好像是我们去下载 APP 音乐，比如说 MP4、MP3 的音乐，那我们在低频的时候、低潮的时候，你会听的歌，比如说我们今天失恋了，你会听的歌都跟失恋的音乐有关嘛？你带有一个共情嘛？就是我已经受伤失恋了，我的另一半不能理解我，说他弃我而去，所以你要共情你自己，因为你要去安慰你自己，所以你连那个音乐都放的类似那种音乐哦。但是我们很高频的时候呢，你就会打开喜悦，你就会有丰盛的样态，你听的音乐都是很轻松喜悦的。所以重点不是那个歌单不存在，而是我们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被情绪控制，淹没在情绪里。我们以为我们是那个人格，我们忘记了我们是那个本质。信念会决定我们能不能够下载成功。等一下我会再讲一个更高阶的，我现在还在讲下载。那如果我们深信不可能，那就算宇宙把那个美好的档案放在你面前，你也不会下载。或者是某个老师跟你说你已经载入了，我帮你载进去了，你内心不深信，这个载入只是当下那一秒钟，因为有老师的加持，因为有老师的引导，我好像载入了。可是当你面对了你的负面情绪的样态，你又回到那个人格的角色中，你就觉得那个课程没有用，那个疗愈好像无效，我好像就是这么的宿命，你就会回去了。那是谁允许回去的？是自己允许让这些情绪，让这个人格扮演真正的自己。你把你的本质，你把你的本位错位了，然后你把你的那个宝座王位给了很多不同的人格，你不再是那个宝座的王者，你把很多不同人格当成是你了，你才会有那么多的事件产生。一切都是只有自己。如果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可以去调整我的信念，那宇宙的高阶版本就会自动同步，它无需下载，它是自动同步的。因为当你信念达到这里，或是当你觉醒，它就自动同步。为什么同步？因为你本来就本质具足，所以你本来就无需去做这个动作。你能够承载什么样的东西，你的世界就会多亮多宽，它会即刻的变宽变亮。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留在哪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的高版本下载了也没用。如果我们还是用旧思维的行为去生活，我们会自动退回那个旧版本。所以宇宙是看我们怎么活，不是看我们怎么说。
那个活是你生性的样态，你生性什么，你自然呈现的那个样态，那个叫活，而不是你说出来的东西。所以你说出指令，说出下载，说出移除，但是我内在是不相信的，那个只是说，它并不是活。你的宇宙会相信你是说而已，你并不是能活出来的啊，所以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样态。那怎么样升级？就是我可以跳脱这个思维，跳脱这个低版本。第一个是停止相信目前的世界是真的，直接停止，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你要看见这个世界是假象，它不是真相。那我们越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就越被困住。越相信现在的样态是真相，是真实的现象，你就会被这个现象所困住。那如果要升级呢？你就问你的问题：如果我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相呢？比如说你期待着什么事情会如你所愿的呈现，但是它就是无法发生，你会因为这个无法发生的情绪困住你自己。这就是我这几天的体验。那你就停下脚步，如果这些都不是真相呢，你就脱离了，你就醒了。你问问题就好，就是只要你愿意怀疑现在的现实是假的，它就能够松动，就能够放下世界必须如此的样态，你的世界就直接改写。就你要问的是，如果这不是真的呢？就像我最近卡住了，我以为我的事业伙伴可以赶快做一些动作，我们有一些设备要进来，但是他可能有他的一些困境，那我就会被这个故事剧情也会波及到，我也会变成回到那个人格，就是好像很难，好像很辛苦哦。我还帮他想办法找了一些其他老板来协助，我会去找其他老板，就代表我相信这个剧情是真的。所以你就要停下脚步问自己，如果我现在所接触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呢？你就脱离了，你就会相信哦，原来我才是那个故事的编写者，你就会重新编写。还有，即便你当下觉醒了，突然你又掉到那个故事的人格中，你也不要觉得你做不好，千万不要这样觉得，因为你觉醒了，你又掉落到那个人格的剧情中，然后又再度觉醒，你才一直不断的升级。不是说我好像开悟了觉醒了，突然我又遇到什么事情，我又回到那个人格中，突然又醒了，然后跟自己讲说，我之前的白修了，我之前课白上了，我之前的觉醒白开悟了，不是这样子哦，你从来都没有浪费过，从来都没有浪费过去的光阴，完全都没有浪费，那都是恰恰让你扬升的每一个最好的时机，只是你当下还无法理解那个是最好的 moment， 只是因为你不相信嘛。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本质是最好的，是无敌好的，每一个样态，每一个一瞬都是最好的，即便你遇到很糟糕的事情，它也是美好的。再第二个就是不要再被情绪绑架，我们要用意识去看世界，不是用情绪去看世界。情绪会说你完蛋了，什么意思？你被恐惧的情绪你可能会淹没，你被怀疑的情绪你会淹没，你被愤怒的情绪你会淹没，等等等，那你就很难做你当下该做的事情。那你就跟自己讲，这个是能量，它并不是我，这个是恐惧能量，它不是我，这个是怀疑的能量，它不是我。就是当我们不再跟情绪合并，你的宇宙就会判定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开启更高版本的自己，你就跟你自己讲，这只能量不是我啊，这个只是宇宙在我身上做的能量测试，它不是我，这只是某种情绪的人格，但它不是我的本质。你就一直反复问自己，你反复问这几个问题，你大概10秒钟、30秒钟你就脱离了，你就不会再进到那个情绪中，就真的不会，完全不会。你可以设计一些话去让自己跳开那些旧版本，比如说，如果我们掉进了困境，掉进了迷雾，掉进了混乱，掉进了害怕，不需要祈祷，也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分析，不用去祈求，也不用疗愈，你只要问你自己，如果我已经是最高版本，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状态？如果我已经是最高版本了，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事件？你跳出，你就出来了，你就醒了。那比如说你现在被钱追到穷得快死掉了，你就跟你讲，如果我就是最高版本，我就是丰盛本体，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样态？你要一直不断跟自己讲哦，你会从很恐惧没钱，会马上再降阶到比较没那么恐惧，然后再降阶。你要一直不断的找很多的句子去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话就是很好的自我疗愈。跟自己对话不是我们去疗愈别人，我们在还没有清醒之前去疗愈别人，都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在玩游戏。你不是真的去疗愈大家，只是某种期待值
被集体意识论述，你成为一个灵性的老师、灵性工作者，你可以有疗愈的力量，你就是一个老师，那也是一种集体意识去塑造的角色，但它不是你。那你就跟你自己讲，如果我已经是最高版本，我会如何看待我现在被钱困住的现象？你就要真的相信你是金钱的本体。什么叫金钱的本体？你就是金钱的本体，你的金钱会用尽所有的可能，没有限制的方向，会进入到你的体验中。你就相信你正在使用钱。什么叫做正在使用钱？不是叫你把所有钱拿去花掉花光光，不是。你可以进入到冥想层，你在冥想的时候，你就一直不断的花钱使用钱，然后去感受花钱的快乐，不是去觉得我浪费钱。如果你在冥想中觉得我一直花钱很浪费，那你还是被那个集体的意识所困住。是花钱成为动力，花钱成为那个喜悦，你要去在冥想中去花钱。那你会说，那钱怎么来？那我要怎么花？你就直接观想钱就是直接到你的账上，你就突然想象那个账上很多钱，或突然想象你身上很多现金，或是突然想象你家里有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现钞。你可以尽量想象，或者想象你的那个 iPhone， 你可以一直不断的用Apple Pay， 但是一直付钱，你就这样想象，就是不要去管钱怎么来，你只要去定着在你的丰盛的样态。比如说你想要买一个很好的车子，不要去管我到底要怎么赚钱才能够存到钱买那台车，你要定着在你已经在开那台车实现的感觉，驾着这台车去游车河的感觉，你要定在那个感觉，那个感觉才是真相。因为你的感受是真的。为什么要做冥想练习？就是冥想练习会有一个初阶状态，就叫具象化。你会有很多的画面嘛，那画面去呈现，你就会更专注到那个画面，然后用画面把你导入情境，这叫具象化的冥想。可是当你真的是相信你是本质具足，你是一切的本源之后，你就没有这个具象化了，无需具象化。因为有具象化的冥想，恰恰证明了你还不相信你是本质具足。你如果还需要具象化的冥想，就是证明了你还没有完全相信你的本质是本质具足，你才需要有一个具象化去 push 你哦。但是如果你回到你是本质的样态，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你也不用冥想，也不用具象化，也不用聊，都不需要，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它就会自然呈现。所以不用去恐惧没有钱，恐惧没钱是因为人格扮演没有钱的角色，所以你被这个恐惧淹没了，所以你忘记你的本质。如果你醒了，假设我已经在最高版本了，我怎么看待现在没有钱的感觉？怎么看待？那个是我的人格在扮演，还是那是我的真相？你就会知道那个不是你的真相嘛，你的真相是丰盛本体嘛。你可以练习回到你的冥想层，你是丰盛样态，不要去琢磨那个问题没有打开，是定着在问题打开之后的开心的感觉，问题打开之后的稳定的感觉，问题打开之后的顺利的感觉，永远都是在打开之后，不是在那个结未开之前。那个结未开之前，你是想不透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打开的。比如说，你现在要赚1000万，你现在马上想，你大概只能写出10几种方式。我要兼差，我要买股票，我要买基金，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你的宇宙如果深信你是丰盛的本体，它是无穷无尽的方法，就会让你丰盛。你理解吗？是超过你大脑想象的。所以我们大脑本身就会限制这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信念，它会自动封闭关闭。所以你看到的世界只有1%，其他99%的可能呢被你的限制关掉了。我们现在就要跳脱出这个旧版本，跳脱出这个旧游戏，跳脱出还在成为人格角色的自己。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我现在课程都是用还原的方式。我的品牌是第7光行者嘛，第7就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疗愈就是西塔疗愈。我们不是在第7届嘛，所以我那时候课程上完了，我这是第7光行者，就是我在7届的光行者，那是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所以那个名称我就没有改过了。但是我现在理解到的是还原，并不是下载，也不是移除，也不是消除。还原就是你本来就这个样子，你还原回来那个样子而已。为什么要用还原呢？我一开始用还原是要让我的大脑相信我本来就是好的，然后还原久了，你的本质、你的内在就会深信你本质就是这样子，所以你都用还原法了。所以我现在完全没有什么疗愈，完全也没有什么冥想，都没有。只要我认为不好的事情，或是我无莫可奈的事情，我一定会停下来。这是假象，这不是真相。然后如果这不是真的呢，我会怎么做？那如果我已经是本质具足样态，会怎么做？虽然我这样想，我在那个当下会解开，但是我还是会遇到情境。我们开悟之后不是脱离2元哦，
开悟之后你还活在二元当中啊，只不过你会对这个二元的解释是用一元的解释。我每次遇到这个现象我卡住了，我就会用这个问题问我自己，那我就解开了。解开之后呢，我可能还是照常上班，还是跟那些伙伴一起做生意，但是你还是会遇到事情没有前进嘛，事情就卡住嘛，他就是没有真的如期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嘛，你又会因为这个情境产生的情绪又进去了，然后你又在问你自己，这是我的本质还是我的人格的扮演？你又再跳脱出来，所以你会这样子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哦，然后你都不要跟你自己讲，我没有修行好，我才会一直反复的掉进去需要被拉起来的位置。你没有掉进去，每一次的进入到你的人格的那个角色层，都是你醒觉的起点，就是推起你醒觉的起点。不是说我现在好像很理解了，突然又遇到什么情绪的状态，又回到那个情绪的人格体，突然自己又醒了，又跳脱出来，然后自己没进步，没进步。我们从来没有浪费时间，从来没有停滞，那都是集体意识的信念，那都是某种信念去限制我们一直不断的前进。你的本体是在最好的样态，只不过我们以为我们是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有扮演拖延症，有扮演恐惧，有扮演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停滞了。没有，你的本质它是不变都在那里，不管你扮演任何角色，它都是在那里。只是你能不能够回到这边而已，就是把这一些的剧情都撤除，然后看见真正的本体。当你把这些剧情都撤除，看见本体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回来再玩这个游戏就不是角色了哦，你回来再玩这个游戏，你就可以任意的去操控游戏，因为你知道你是那个控制者。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任你控制的，你的世界是任你控制的，你的世界是由你允许。没有人可以控制你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允许你。假设你今天被别人欺负了，你觉得我被欺负了，那些人很坏，为什么要欺负我？实际上是你的某种层面的人格扮演要被欺负的那个样态，所以那个欺负的人是你的投射。那就像我之前那个公司被掏空，我如果停留在我是受害者，他就是一个加害者的状态，我现在都无法好好的成为人哦，我现在还在那个受害的角色中无法脱离哦。然后一直到我理解那个来掏空我的那个 partner， 他要冒着下地狱的风险都要唤醒我，所以他本来就是我的光，我们在光中是合一的，所以他是我的镜像分流下来的一个光源，然后只是他扮演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在这个肉身体的体验当中他是坏人，他是所谓的坏人，他掏空了公司，然后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如果我是用这个角色，我跟着他进入这个角色，我就永远不会醒了，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就处处就是受害者。你就是觉得老天不公平，你就觉得为什么你会安好人都会被陷害。可是让你觉醒了，你的觉醒是这些都是我的镜像，包括那个伤害我的人也是我的镜像。最初的层面是我感谢这个掏空我的人，他是我的镜像，他要冒着下地狱的风险都要唤醒我，这是第一层。但是真正的层是什么？这是你的醒觉，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唤醒，不是那个角色唤醒你，是你做了很多投射，不同的角色都是你的设定，都是你的允许，而是透过你投射的角色去唤醒你自己，所以最终是你自己去唤醒你自己，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唤醒你。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很多老师的观念不太一样，特别是那些外国老师。有些老师就是他会很喜欢去做疗愈，然后鼓励你去做疗愈，鼓励他的学生去帮忙做疗愈，成为疗愈师。那你的出发点就是镜像跟你是分离的，镜像是镜像，我是我，我们不是同样一个一。那永远是这个概念，就永远都在二元中，你跳脱不出二元的。但是如果你理解了那么多的扮演的好人坏人男生女生一大堆都是我的投射镜像，那其实都是我，你才会真的回到一，你就不会对伤害你的人产生愤怒，你就不会对那个对你好的人好像我必须要受人点滴涌泉以报的概念都不会，因为那都是你的能量的投射，你就会一直维持在中性的样态。我现在讲不是说你遇到好人然后你不用去感谢他，你可以感谢他，其实你在感谢他的本质是你在感谢你自己，你理解吗？你是在感谢你自己吗？那你遇到坏人，你如果被这个坏人的镜像你也被同化了，你就会变成那个受害者，那也是你允许自己让这个受害的情绪跟角色成为你，
所以你觉得你受害了。可是如果你换一个想法，这是一个假象，它是我的投射，所以我从这个坏人身上看见什么，我得到什么，学到什么，这才是美德的真谛。就是你学到一些东西，原来就是我扮演了这个角色，所以他要唤醒我能够学到什么美德，你就不会对这个扮演的坏人的倾向产生仇恨，你也不会变成是受害者。没有加害者就没有受害者，它才是真正的和解。你跟你自己和解，不是跟那个对象和解。整个地球它是一个城市，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城市，从根本解除整个运作逻辑，这是还原，它不是更新，这是觉醒，它不是升级。我们并没有升级到更高版本，我们只是醒了。原来我的本质就是本质具足，醒了，知道了，不是你升级到本质具足，没有那个升级，不是你跳回到哪个版本的城市，不是你又回到高维的城市，没有，你只是醒觉，它本来就是那个本质。所以我们不是下载高维城市然后成为更高维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没有，就是把这些地球城市全部卸载，然后还原成你本质具足的本体，你本来就是美好的。卸载那些不需要的东西，卸载那些以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完全卸载掉，你就看到你的本性。所以城市回到原始的本体，从下载回到自信的本体，从改善到圆满，从运算到存在，就回到那个意愿的最初。那地球它不是真实的，我们只是一直不断下载地球不同的程式软体。我们下载哪些程式软体？我们以为地球是真实样态，实际上是我们下载了地球的运算程式。这是我的不是人第一堂课。下载什么东西？下载了时间，下载了空间，下载了因果，下载了二元，下载了身体，下载了情绪，下载了恐惧，下载了不足，下载了身份，下载了生存模式，下载了苦难的角色剧本等等等，下载这些程式到你的样态中，然后不断的扮演不同的角色去体验。那为什么要跟你自己讲是下载？你才能够相信它是程式，它只是一个软体而已。地球不是真实的，我们只不过是下载了很多很多的程式软体。下载了哪些？下载了时间、空间、二元，下载了情绪，下载了不安，下载了恐惧，下载了身份，下载了生存模式，下载了苦难的结构等等等，这都是下载。当然也有下载好的，下载丰盛，下载美好，都有，那都是下载的情境之一。所以我们不是看到地球，我们是下载了地球。当我们以为我们下载这些东西，我们就以为情绪是自己，信念是自己，身份是自己，身体是自己，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你现在感觉到的世界是真实的，就是你被下载之后，你同化了到这个样态中，你以为你是角色的本体，实际上你不是角色，你是整个创造剧情的最高的创造者。所以醒觉并不是下载到高阶的版本，就是你会发现觉察醒觉根本就不需要下载，完全都不需要，它只是跳脱出去而已。就是下载高维的地球城市，就是你还在玩游戏，只不过只是玩更好玩的游戏而已。如果我们的信念是我现在要透过疗愈，透过我的修行，我要到更高维的自己，你只不过是从低阶游戏跳到高阶游戏，你还在游戏中。那觉醒它不是更新，它是知道自己的本质，所以你并没有变新的人，你不是新的人，你永远都是如新的，你一直都是那个新的状态，你并没有需要更新，你也不是变新的，你一直都是新的，而且它还没有变过。那你一直理解，你就会脱离游戏本身。就好像是我们不是升级 iOS， 我们根本就不是手机，我们是运行所有系统的源头。那你就跟你自己讲，你是意识之上的源头。以前我都会讲到，就是我们的世界就是意识，意识是我们的本体。那你现在更可以讲，我们是凌驾于意识之上的源头，不是意识的本体。什么叫意识？你现在活着叫意识，表示你今天睡觉，你有做梦，你在梦境中你去滑雪。那我问你，现在的此刻你是你在做梦吗？还是真实的你？还是你在梦中梦？你都不会有答案的。你在梦里面，你还是会感受到痛，感受到喜怒哀乐。那你醒来之后，那只是一个梦，你不会太在意它。那如果现在也是梦境呢？到底是梦中的你是真的，还是现在扮演的角色是你？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手机的本身，我们是所有运算系统的源头，所以是超越意识之上。那我强调的是还原，还原就是不是修行，不是修，也不是变强大，是解除误会。什么叫误会？我以为我是需要修行的人，我以为我是需要修理的人，我以为我是需要疗愈的人，只是把这个误会解除掉。就是我误会了，我以为我需要修行，我以为我需要疗愈，没有，你是本质具足自己，
把那误会解除。所以还原只是解除误会，没有修行，没有修理，没有变强，没有升级。那你就要跟你自己讲，我允许还原成本质具足的样态。我刚刚有讲到，所有的情绪都是你的允许，你成为那个载体，所以你承接那些负面情绪或是好的情绪，都是你成为载体，你一样可以允许你还原为本质具足的样态。你如果一直不断的跟你自己这样对话，就是你本来就什么都没缺，你本来就不用修行，不用修理，你本来就不需要补强补足，你本来就不需要努力，是因为地球城市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够好，让我们相信我们需要成长，让我们相信我们会变得更好，我们必须努力才能够突破，那都是地球城市集体意识信念让我们以为需要这样子，永远都有缺的一块永远都需要努力，但是本质是完整的，本来就是不缺的，本来就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变强，我们也没有不够，我们只是解除了我以为我是弱者的这个幻象，解除它而已，把这个误会解除掉。那还原呢？还原就还原回那个本质，就是不是安装新的软件，你把一些匮乏解除掉，把害怕解除掉，把恶缘解除掉，把需要解除掉，把努力解除掉，把扮演角色解除掉，是全部的卸载，全部的解除掉，所以你就不需要升级。你看到你原本就是本质具足，无需升级，无需变强，因为你就是最强那一个，本源源源不绝的强，你就是那个光，永远都不会落的光。不是说我卸载恶缘永远都没有恶缘，不是是我会遇到恶缘的故事跟剧情，只不过我不会在投入剧情中成为角色。即便我投入剧情中成为角色，我也很快清醒。当你很快清醒之后，你不要去责怪你自己，说我怎么又变笨了，我怎么又去扮演那个角色，不用去对自己说不好，因为每一瞬都是最好的决定。你要跟你自己讲，你才不会产生后悔。每一瞬都是最好的决定，即便你现在当下遇到你什么人生卡点，你要跟你自己讲，我现在这一瞬是我最好的一瞬。你就问你，我现在当下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脱开你扮演不好的那个角色人格。你的能量只要一直维持在那个好的状态，你就能够创造好的环境给你，而且是立即的。量子的同步运作是马上立即，没有延迟的。你要相信就是这么快，你的世界你定义，你的世界你决定，你的世界你允许，都是你，只有你。自信的本质就是你自己看到你原来的状态，比任何高维的版本都更高，它是无可衡量的那个源头，就是你知道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圆满具足，比任何高维的版本都还要高的，完全不能够比的。你还原之后的呈现，并不是你成为高维的地球，你不是成为高维的人类，你还原是什么？你开始没有维度了，你开始没有形象、形体，没有色、没有相，无二元的本体。无二元不是说没有好跟坏，有好跟坏，只不过我不会选边站。就是还原的目的不是为了呈现更高维的自己，还原的目的是让自己成无维度、无形象、无二元的其本来的存在，就是纯粹的存在。这才是真正的还原。真正的还原就是没有形象、没有限制、没有维度、没有二元的本体，那就会变成什么？没有因果，没有命运，没有担心，没有欠缺，没有角色，没有功课，没有修行，都不需要这些。你本来一直都是美好的，这才是真正的答案。那我们把这些卸掉之后，你看见你的本质，你回到我不需要任何维度去证明自己是超版本、低版本，我不需要任何的像，不需要别人对我的定义，都不需要了。我不需要进入二元中去选边，因为在我的本质里面没有因果，没有善恶，没有命运，没有担心，没有欠缺，没有角色的扮演，也没有功课要修行，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粹的一元的本体存在。那这个样态就是本质具足，或是圆满具足。那你说，那回到这个一元本体存在本来如此，就会圆满丰盛吗？是啊，你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的丰盛不是外求的，你的丰盛不是布局设局来的，你的丰盛不需要你去努力追寻来的，你本来就是源源不绝的丰盛，你无需努力。我刚刚是不是强调无需努力耶？以前学生问我的时候，老师，如果都不用努力，我会有钱吗？我都会迟疑耶。你现在问我，没有，你本来就不需要努力，你只要相信你的本质是什么。
你要看到的金钱就立马呈现。然后如果你现在又感觉到没有立马呈现呢，是因为你允许你还在扮演这个没有拿到金钱的这个角色而已。那你就一直提醒你自己，我是丰盛的本体。你提醒了又跟你的大脑拉扯也没关系，你就不要去讨厌你自己，你也不要去否定你自己，拉扯就让这个情绪喷发。然后你看到情绪之后，这个拉扯的情绪它不是我，它只是宇宙在我身上做的一个情绪的试验，我并没有成为那个拉扯的情绪本体，我在看着它，看着我的情绪拉扯，但是情绪不是我，我还是那个本质具足的状态。你才会一直不断的回正还原到那个样态中哦。当我们还原之后，世界并不是变得高维，变得更高阶、更美好，或者是当我们还原之后，世界不是跑到西方极乐，并不是。当我们还原成本质具足的样态，你所有的这些都是你投射的载体。醒觉之后的世界不会升级，你会知道世界它是被你使用，而不是我们被世界使用。没有清醒的时候会被世界使用，世界就是一个游戏的场域。当你清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的场域是你在玩，是你在使用它，你不是被这个世界使用的，你才是成为那个真正创建剧本的那个人。那你就会从这个地球城市跳脱出限制，然后即便在二元中，那些限制都为你展开，然后让你达到一元的理解。佛陀开悟之后，他还是一个肉身体嘛，他还是住世讲法很多年，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嘛，他还是要面临到很多样态、很多的二元的现象，他只不过不被这些二元的情绪所困扰，这就是一元的解释。我们也是要做到这样子。如果你负面情绪来了，你就跟你自己讲，这个是我的本质，还是我的人格在扮演这个情绪的角色？你就跳出来了。那就是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二元的事件，比如说妈妈生病了，那个妹妹被男朋友欺负，或者被骗钱，大堆都是二元的故事。那你觉得你很无力，你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母亲，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妹妹，你就跟你自己讲，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那我的本质是什么？我是正在扮演这个我要急需帮助我家人的这个角色的这个人格，还是我的本质本质具足？如果我的本质本质具足，我所有投射的现象都是圆满的，你才会拉回那个观点，你才会还原回那个地方，然后能量重新的对齐。所以我们不是在下载现实，我们是意识到我们本来就是宇宙运行的核心。那觉醒不是下载新的程式，是卸载掉所有的程式，还原成我本来就是圆满的样态，那就是一元。然后我们要允许自己能够脱离地球的程式，然后还原成本质具足的真实。那我在讲的还原法不是让我们变好，还原是让我们停止扮演角色，不再演人格的角色。还原不是提升频率，还原是停止认同低频。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认同低频，我们允许低频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我们承载低频，我们认同它，才觉得生活过得不好。还原是不是把频率提升，还原是停止去认同低频。还原不是拉高我们的维度，还原是停止用维度去定义自己。你并不是高我，你并不是高维度，你要变成谁谁谁谁，并不是，是停止以任何的维度去定义自己。你本来就是那个本质具足的那个本体，那你就一直不断跟自己这样讲，一直讲，你的大脑就会相信，你的内在就会相信，就会停止扮演这些角色。那如果不小心还是扮演人，你还是会醒的，因为你本来就是醒的，你的本质本来就是醒的嘛。就是你也不要去对自己不好，你就跟自己说太棒了。因为刚刚的那个不清醒，所以我又更加清醒。你会一直定在那个更加清醒的样态哦。你一定要拿到对自己的解释，而不是族群意识对你的解释。比如说，你看这个老师修行这么高，结果还不是一样又挫败，还是一样又回到负面情绪，然后又跳脱回来。这个老师也是进进出出啊，那个是族群意识的定义。我们的定义是什么？我永远都是那个清醒的自己。但是我如果被二元的剧情中，如果我不幸，或者我如果不小心进入到那个情绪中，然后我还是会醒，你的本质本来就会醒的。你醒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责怪自己，你就跟你自己讲，恰恰就刚刚好有我扮演人格角色的那一个瞬间，才会让我更加的定着在清醒的样态。所以它就是你的镜像，你就不会排斥负面，你的力量只有50%。你要去接受所有的一切，你的本体是融合的一，不是善跟恶的对立。如果我们
用的旧思维是这个议题不是疗愈过的吗？我怎么还是一直不断的有这样子的样态？是不是我的业力，还是说我的轮回？你就会恐惧、排斥、抗拒那个坏的事情呈现，这就是现在的疗愈。但是如果你不排斥呢？如果你真的发生碰到了，不要排斥啊，你就跟你自己讲，因为有刚刚的那个堕入不好的情绪中，我现在清醒了，所以我能够更加定着于清醒，所以感谢刚刚堕入那个不清醒的自己，那个不清醒的自己也是光的本质，因为你扮演了那个不清醒的自己来唤醒这一瞬的你，所以你一直都是醒的，你才不会排斥，你才不会拒绝那个黑暗的东西，你才会能够把力量全部拿回来。如果我们把力量一分为二，你可以选择善，你也可以选择恶，力量终究只有50%，所以你的世界没有二元，只有唯一的一，只有一元的解释，那就还原成我们原来的样子，就是圆满、具足、无缺、无二元的现象。无二元不是没有好跟坏，只不过你不会再进入剧情，成为那个受害体，你会用你的解释做脱离，然后用一元的观点去看待这个现象。那你也会遇到好的事情，哇！我今天遇到好人呢，我今天很幸运，我今天中乐透，你就不会进入那个角色，你会期待有好事发生。当你期待好事发生，是证明好事还没发生，就需要期待。那如果你的大脑相信你是需要期待的，它就要创造期待的体验给你，你就一天到晚体验期待，而不是真的实现。所以地球的层次是什么？它不是世界，它只是这个世界的运算的逻辑。我们下载不是地球，我们只是下载地球的语言包或是程式包，包括什么？下载了不够，下载了二元，下载了恐惧，下载了生存，下载了角色，下载了使命，下载了需要努力，下载了因果，下载了时间，下载了空间，下载了期待，下载了自我认同，一大堆的下载，一大堆程式。真正的你无需这些的扮演，你本来就是本质具足，那才是你的本质。本质并不是程式码。本质是超越程式码以外的源头，源头的源头的源头。真的觉醒不是升级，觉醒是我不再需要这些程式了，我不再需要从旧程式升级到新程式，把低程式升级到高程式，不需要了。就是很多人以为觉醒是需要重新下载高维版本，其实不是。觉醒不是更新软体，觉醒是恰恰把整个软体关闭，不需要这个系统，全部关掉，全部卸载。我们就是因为有太多的程式绑定我们，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这个角色。但是你觉醒的时候，不是把软体更新成为更高维自己，我要跟我的高我对齐，不是，是把扮演这些程式码全部的系统关掉卸载。所以不是升级为高维地球，不是成为第5维度的人，不是成为新的自己，我们只是发现我们从来没有需要变成任何东西，我们的本质本来就是无限。但是很多的程式码遮盖了这个事实，所以谁能够唤醒你？你自己能够唤醒你。所以为什么每次冥想完都说你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一切都是你，都是你。那什么叫允许？允许就是不再干预，然后不再控制，不再去修理自己，包括修行自己或者疗愈自己。当你停止修行，你的世界才会自动敞开；当你停止努力，你的本质才会发光。你要这么的努力卖命才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因为你不相信你是光，你才一直需要努力。那当你放下控制，真相它就会自然出现。所以允许就是不再干涉，不再控制，不再修理自己。你停止你的修行，你停止你的疗愈，你的世界就自动打开了。为什么需要疗愈？你认为你坏掉才需要疗愈吗？你本来就好的，你的世界就亮了啊。那停止那些族群意识对你说的努力，停止，你本来就是发光的本体，你本来就无需努力。无需努力不是说你在家里躺着就会有钱来，真正的觉醒是你不论你躺着坐着你在哪里，你都从来不缺，那叫醒。而不是我躺着需要有人资助我，躺着然后有人就会拿钱给我，这叫醒觉。老师说不用努力了，所以我躺着都会有钱。如果你是用这种思维的，你还在扮演什么？扮演这个角色，你需要躺着会有钱的这个角色。我刚刚讲的不需要努力，是因为你不管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从来不觉得你是缺的，你都是觉得你是丰盛的。你的能量频率震动，自然就会创造出那样子的感受给你，那样的体验给你。所以因为你不缺嘛，不缺，所以才不用努力嘛。努力才是证明你是缺的。那还原是什么概念？就是解除误会，不是修复，也不是超度，也不是疗愈，只是回到原点，回到那个本质具足的原点。
本质本来就是圆满的，只有那个程式码会让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是破碎的，所以把很多的程式码全部下载掉，不需要。本质具足是一元的状态，没有恐惧，没有不足，没有需要变好，因为你本来就是好的，没有命运，没有功课，没有角色，没有灵魂剧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有老灵魂，上课的时候是有提到这种东西。如果你觉得你很辛苦，我这一次总会扮演老灵魂的，因为你要承载巨大的使命，你才会有老灵魂。好像老灵魂是好的，那你就接受了，你就允许承载这种巨石在你身上，你不是好笑吗？你不是一天到晚都是老灵魂，然后很辛苦吗？那因为我有更大的使命，使命到你的肉身体都陨灭了，然后你的意思说，我还在承受使命的，没有这回事，那都是别人告诉你的程式，你接受，你允许承载。不是人，没有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本质具足的状态，你没有恐惧，你没有不足，你没有需要变好，你没有需要命运，你没有需要功课，你没有需要角色，你也不需要灵魂的剧本，都不需要。你不是去修好自己，你是什么都不需要去修，那才是你真正的答案。你本来就相信你是本质具足，你就要一直跟你自己这样讲，你就真的不需要疗愈了。我最近遇到一大堆酸民的，那我没有拒绝，你就来，都接受你要做的调整，因为对我来说，你是我的镜像，我是本质具足的自己，你是我的镜像吗？只是这个镜像扮演是算命师吗？我都接受，因为对我来说，这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礼物，并不是抗拒。所以理解的人，他不会说这个老师怎么又回去又远跑去算命，不是，是因为我理解那是我的镜像，所以你接受一切都是礼物，你就不会抗拒。你如果是一个灵性工作者，然后你抗拒佛法，或者你抗拒疗愈，或者你抗拒这种方式，或者你觉得塔罗它没有很精准，你还是在二元对立中。那些塔罗的老师也是你，那些印度占星的老师也是你，只是你不同扮演你的镜像而已，都是你，全部都是。那我们一样做脉轮的还原，那呼唤的那个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就是你自己。那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深呼吸。你可以想象你站在辽阔的大地之上，你可以想象一切都是光的样态。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世界视为危险的城市，请还原成本来就是被生命承载的安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失去的恐惧，请还原成本质圆满的存在稳固。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以生存定义自己的方式，请还原成不被匮乏条件限制的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身体当成负担的错觉，请还原成与肉身自然一致的安住。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未来的不安计算，请还原成当下完整的踏实。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从他人寻求安全感的依赖，请还原成自信本质具足的安稳。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必须努力才能够活着的信念，请还原成生命自动支持的本然。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那个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将到达脐轮。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需要被情绪定义的认同，请还原成纯粹感受的自由。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情绪好坏的评价，请还原成感受本身的流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害怕被看见真实情绪的防卫，请还原成允许的开放。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以他人反应来决定情绪的回圈，请还原成本质平静的中心。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责怪自己的情绪模式，请还原成情绪原本就是无罪的。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欲望的羞愧，请还原成能量自然流动的纯净。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压抑换取安稳的策略，请还原成自然展开的顺流。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需要靠控制才能感受到安全的习性，请还原成本然稳固的力量。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以成果证明自己的回圈，请还原成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害怕失败的自我防御，请还原成行动自然的轻盈。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向外寻求认可的惯性，请还原成本质本体的肯定。
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责任当成负担的误会，请还原成能量自然展现的承担。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比较当成动力的模式，请还原成独一无二的自信。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靠强撑维持力量的方式，请还原成柔软即是力量的本质。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到达心轮。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爱当成交换的关系，请还原成爱本身是无条件的。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故事，请还原成本来就是可爱的存在。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在亲密中自我收缩的习惯，请还原成自然敞开的心。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需要被理解才能够安心的需求，请还原成被生命承接的信任。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分离的执着，请还原成本源是一体的连结。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爱局限在特定的对象的限制，请还原成无边的流动。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用委屈去换取爱的旧程式，请还原成平等而自由的爱。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到达喉轮。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害怕表达真实自己的恐惧，请还原成自然显现的声音。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表达当成寻求认同的习性，请还原成真实本身的流动。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不说话以避免冲突的模式，请还原成稳定而清晰的表达。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自我压抑的沉默，请还原成自由生出的语言。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创造力绑在成果的想法上，请还原成创造的本质是无限的。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失败表达的恐惧，请还原成自然呈现的顺畅。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被过去声音制约的反射，请还原成本性纯净的说法。请将以上的信念、感觉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从恐惧推演未来的层次，请还原成清明的洞察。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判断当成智慧的误解，请还原成无扭曲的觉知。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依靠推理来找答案的限制，请还原成直觉自然给予的清晰。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用头脑维持控制的负担，请还原成觉察本身的轻盈。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世界视为敌对的视角，请还原成无害而透明的看见。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以过去的经验来定义真相的框架，请还原成当下直接的明白。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寻求更高版本自己的焦虑，请还原成本质具足的本质。请将以上的信念、体验、感受，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最后到达顶轮。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与宇宙分离的幻觉，请还原成本源一体的相连。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需要修行才能够抵达真相的信念，请还原成本来就在真相之中。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向外找力量的习惯，请还原成力量源自于自身的觉醒。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觉醒当成目标的执着，请还原成当下即是合一。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以维度的定义自己的限制，请还原成无边无相的本体。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命运剧本的认同，请还原成创造者本质是自由的。一切万有救济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来自尘世的身份，请还原成未曾被分割的真我。请将以上的信念、体验及感觉，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最后你就感谢你自己，就可以睁开眼睛。
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